同在阳光下，爱随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X Journey。面具带给人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想让你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面具往往又具有诱惑性，这种诱惑让你无法分清它真实的一面。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躲在面具之后，用它来隐藏我的同志身份。可谁曾想过它为何而来？我是小爱，性格随和，热爱交友。刚来美国时，我也尝试着去寻找面具后真实的自己，去了解我的面具它从何而来。记得店里的老师傅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不怕饿肚子的话，就要从餐馆做起。它是华人来美国后起步的一个跳板。在餐馆工作，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年龄相互碰撞和磨合着。每年放假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同学来餐馆打工。优娜便是其中之一。她很小的时候便随着父亲来到了美国，一口流利的英文就好像 ABC。18岁的她性格开朗，热情大方，再加上手脚勤快，颇受店里长辈们的喜爱。平时她总会左一声右一声地叫我哥，我也把她当作妹妹一样看待。今天的主人公并不是优娜，这两个女孩年龄相仿，性格也很投缘。那天刚下班，优娜便问我是否可以顺路去接下她的朋友。当时确实也已经很晚了，让她自己去我也不放心，所以我便答应了她。很快我们便来到了一家住户门前，那里站着一个提着行李箱的女孩。我跟随着优娜下车走向她，她当时也迎面走向我们。当她走到我面前时，看着我说：“哥哥，可以用下你的肩膀吗？”可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她便已经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哭得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就这样，我们相识在一个尴尬的时刻。它也让我不禁回想起我的初恋和那16岁的花季。那个年纪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从他身上，我也会经常看到年少时的自己，感悟着时光流逝前的那份轻狂。说来也巧，他就读的高中就在我家附近，所以他经常会在下课后打电话给我，叫我去接他放学。之后我们便一同去吃饭。吃饭时，他会和我讲一些他在学校里的故事。其实有时候我也非常理解他，刚来美国的生活是很孤单的，毕竟在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曾经听人说，喜欢猫猫狗狗的人都非常有爱心。我当时也养了一只很二的哈士奇，它的名字叫做阿 K 拉。抱它回来的那天，Helen 便对它爱不释手，还一直叫我帮他们拍些照片作为留念。照片中，他摆出各种亲他的样子，
他和我说，他也很喜欢狗狗。我便对他说，今天起你就是他的干妈。从那以后，Helen便真的回来，陪他一起玩耍，还买零食和玩具给他。有时也会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他也经常会在下课后带些同学来我店里吃饭。他告诉他的同学，要礼貌地称呼我哥哥。记得有一次，他们点了很多的食物，没有吃掉几口便准备要离开。我当时在他离开前便拉住了他，私下的和他讲述了一个当时发生在非洲小孩子因为没有吃的被活活饿死的故事。他很聪明，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还告诉他身边的同学不要再浪费食物。他有时候的懂事让我时常想起自己的表妹。如今我和我的表妹却相隔在地球的两端。从她身上，我时常也会看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感受到那时的自己有一种情感的缺失。我记得在那个年纪，我经常会责怪母亲，责怪她不曾真心关心过我。Helen 很少会和我聊起她的家人，我们经常聊一些她自己的事情。可每当聊到她的家人时，我总会从她的眼中看到一种无奈，无奈这个世界上不曾有人理解过她。自从她有了男友之后，我们的联系也就没有那么频繁了。虽然她的男友每次见面也总是对我恭恭敬敬的，可我们之间也因此少了些交流，多了些客套。记得最后一次见他们的时候，也已经是深夜了。就像我第一次去接他一样，不同的是，他不再孤单一人。现在的他已经有了男友陪在他的身边。回家的路上，我们只有几句简单的交流。我已经无法感受到他的想法。仅仅几周后，我便从报纸上得知了他的消息。看到新闻的瞬间，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时第一时间去翻阅了他的微信，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的消息轰动了整个美国的华人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依然无法相信虐待同学是他判刑13年的原因。人们也在深思整件事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但是不管怎样，年少轻狂的他最终还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优娜也曾来找过我，问我是否要去狱中看他。我想了很久，还是拒绝了。人们看到的是他张狂的一面，而我看到的是他温柔的一面。至于哪一面才是他真实的自己，我想
只有他自己才会有答案。我是小爱，一名同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The Egg Journey。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在美国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如果你也支持我的视频，请记得订阅、转发、点赞、留言。我们下期再见。